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如璀璨星辰般闪耀在思想天空的著作《哲学的慰藉》。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兰·德波顿，一位才华横溢、见解独到的当代作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和优美的笔触，将深奥的哲学智慧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思想的盛宴。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我们的心灵常常在喧嚣中迷失方向。我们像是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只，被波涛汹涌的海浪冲击着，渴望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而哲学的慰藉就像是一座明亮的灯塔，为我们指引着方向。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一剂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当你翻开它的第一页，就仿佛踏上了一段充满惊喜与启迪的心灵旅程。它能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理解生活，应对人生的种种挑战。它可以改变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在挫折中汲取力量，在迷茫中寻得方向。你是否曾在深夜里辗转反侧，为生活的压力而焦虑不堪？你是否曾在遭遇挫折时感到绝望和无助？让我们来看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智慧。然而，他的生活却充满了苦难。他被当局视为异端，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和残酷的迫害。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在法庭上依然坚定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即使面对死亡，他也从容不迫。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和勇气可以让我们超越世俗的痛苦，在困境中坚守自己的内心。而哲学的慰藉将带领我们深入探索这种智慧和勇气的源泉。一哲学与自我认知，认识你自己。哲学的慰藉首先引导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认知。哲学从古至今都在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是谁？德波顿在书中通过阐述不同哲学家的观点，让我们明白自我认知是人生旅程的起点。我们常常被外界的评价、社会的标准所左右，而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和渴望。通过哲学的思考，我们可以拨开迷雾，看到真实的自己。例如，书中提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一著名命题。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不断地向人们提出问题，质疑他们的信念，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这种对自我的审视和质疑，是自我认知的关键。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我认知与我们的自我概念密切相关。自我概念是我们对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包括我们的性格、能力、价值观等。当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不清晰时，就会产生内心的冲突和困惑。比如，一个对自己能力认知不足的人，可能会在面对挑战时过度焦虑或过度自信。而哲学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准确、更稳定的自我概念。此外，自我认知还与我们的情绪调节有关。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触发点、情绪反应模式时，就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例如，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容易在压力下产生愤怒情绪，我们就可以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压力，避免情绪失控。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自我反思，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我今天做了什么让我感到快乐或满足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我的价值观？等等。通过不断的提问和回答，我们可以逐渐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记录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每天写下自己的情绪变化、遇到的事情以及当时的感受和想法。这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情绪模式和行为模式，进而更好地理解自己。与他人交流，与朋友、家人或心理咨询师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们的问题，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这样做的好处：增强自我意识。通过自我认知，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兴趣和爱好、价值观和人生目标。这有助于我们做出更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决策，过上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改善人际关系。当我们了解自己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感受。我们可以更加包容和体谅他人，减少冲突和误解，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情绪管理能力。了解自己的情绪触发点和反应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情绪失控对我们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二哲学与逆境，困境中的智慧。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逆境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挑战。在哲学的慰藉中，德波顿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在面对逆境时的智慧。书中引用了10多个学派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逆境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改变对逆境的态度。10多个学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曾说，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无奈和不可控性。但同时，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在既定的剧本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心理学中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不是由事件本身直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对事件的认知和解释所决定的。当我们面对逆境时，如果能够以一种积极的、理性的方式去看待它，就能够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例如，当我们遭遇失败时，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成长的机会，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陷入绝望和沮丧之中。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思想与这种认知行为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强调我们要学会区分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和无法控制的事物。对于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适应；而对于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我们要努力去改变，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当遇到逆境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寻找其中的积极因素。比如，在失业时，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学习新技能、提升自我的契机。学会接受不可控因素。对于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比如自然灾害、疾病等，我们要学会接受现实，不要过度纠结和抱怨。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些挑战上。制定应对计划。对于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制定一个合理的应对计划，并积极地采取行动。比如，在面对工作压力时，可以制定一个时间管理计划，合理安排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率。这样做的好处：增强心理韧性。在面对逆境时，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哲学的智慧，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就能够逐渐培养起强大的心理韧性。这种心理韧性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减少负面情绪。通过改变对逆境的态度，我们可以减少焦虑、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的产生，从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促进个人成长。逆境往往蕴含着成长的机遇。当我们勇敢地面对逆境，并从中吸取教训时，我们就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3. 哲学与快乐，幸福的真谛。快乐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目标，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哲学的慰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德波顿指出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但快乐并非来自物质的享受和感官上的刺激，而是来自内心的宁静和满足。伊壁鸠鲁认为，简单的生活、真正的友谊和深刻的思考是获得快乐的关键。他主张人们要学会节制欲望，避免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因为这些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和长久的痛苦。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物质财富对快乐的贡献是有限的。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的增加对快乐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弱。相反，人际关系、心理状态、自我实现等因素对快乐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心理学的适应原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无法带来持久的快乐。当我们习惯了某种物质享受后，它所带来的快乐感就会逐渐减弱，我们就会渴望更多、更强烈的刺激。这种不断追求新的刺激的过程，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简化生活方式，减少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回归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不必要的购物开支，选择更环保、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培养真正的友谊，与他人建立真诚、深厚的关系，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痛苦，互相支持和帮助。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兴趣小组等，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注重内心的修养，通过阅读、思考、冥想等方式，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比如，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阅读和思考，或者参加一些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的好处，提高生活质量。当我们追求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时，我们的生活质量会得到提高。我们会更加注重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物质的满足。增强人际关系。当我们拥有真正的友谊时，我们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归属感，这有助于我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增强我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提升自我价值感。当我们注重内心的修养时，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价值，这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4. 哲学与死亡，向死而生。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归宿，也是哲学思考的重要主题。在哲学的慰藉中，德波顿探讨了不同哲学流派对死亡的态度。书中引用了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到来，而当死亡到来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此外，书中还提到了斯多葛学派对死亡的态度，他们认为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坦然地接受它。通过对死亡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加珍惜生命，活出更加精彩的人生。心理学研究表明，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这种恐惧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但过度的恐惧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当我们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坦然的态度去看待死亡时，就能够减轻对死亡的恐惧。此外，对死亡的认识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当我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时，就会更加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所困扰。思考死亡的意义，定期花一些时间思考死亡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可以阅读一些关于死亡哲学的书籍，或者参加一些关于死亡主题的讨论会等。制定人生计划，根据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制定一个合理的人生计划，并积极地采取行动。可以设定一些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它们。学会感恩，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感恩身边的人和事。可以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感恩练习，比如写下自己感恩的事情，或者向他人表达感恩之情。好处：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当我们深入思考死亡的意义，并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时，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会逐渐减轻。这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面对死亡，过上更加充实还有意义的生活。增强对生命的热爱。当我们意识到生命的宝贵和短暂时，我们就会更加热爱生命，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升人生的意义感。当我们思考死亡并制定人生计划时，我们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进而提升人生的意义感。5、哲学与他人，理解与包容。在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要与他人打交道，如何与他人相处，是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哲学的慰藉指出不同哲学家的观点，教导我们如何理解他人，包容他人。书中提到，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认为，爱是理解他人的关键。只有当我们爱他人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感受。此外，书中还提到了康德的道德律令，即永远不要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这句话强调了尊重他人、关爱他人的重要性。心理学中的同理心理论认为，同理心是理解他人的基础。当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感受他人的情感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感受。此外，心理学中的自我实现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爱和尊重是理解他人的关键。当我们爱他人、尊重他人时，我们能够满足他人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促进他人的自我实现。而当他人的自我实现得到满足时，他们也会更加愿意与我们合作、分享和交流。培养同理心，尝试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感受他人的情感。可以尝试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处境中，或者阅读一些关于他人经历的故事等。表达关爱和尊重，用真诚的语言和行动表达对他人关爱和尊重，比如向他人表达感谢、赞美、鼓励等，或者尊重他人的意见和选择。学会倾听，认真倾听他人的话语，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可以使用一些倾听技巧，比如保持眼神交流、点头示意、复述对方的话语等。这样做的好处：改善人际关系。当我们理解他人、包容他人时，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加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归属感。增强团队合作能力。在团队合作中，当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和需求时，我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协作，发挥团队的最大效能。提升个人魅力。当我们展现出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时，我们能够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提升个人魅力。朋友们，哲学的慰藉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和追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自信地应对。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哲学并非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它就像一位智慧的长者，时刻陪伴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指引着方向。它教会我们如何认识自我，面对逆境，追求快乐，思考死亡以及与他人相处。它让我们明白，人生的真谛在于内心的宁静和满足，在于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他人关爱。所以，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吧！拿起这本书，开启一段充满智慧与启迪的心灵之旅，让哲学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相信我，当你深入阅读这本书后，你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哲学不是让我们成为超人，而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人，过上更加充实、幸福的生活。